这个三明治如果在外边买，在这种西餐的饭店会很贵。我真的很高兴，我在家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，或者是更好吃的金枪鱼三明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好久都没有时间在家里比较轻松的喝一杯茶，做做饭，或者是打扫卫生。今天我收拾好了我的房间，所以现在我的家很干净，很整齐。那我现在打算做我的午饭。我今天打算做一个又简单又好吃又有营养的，对身体很好的，很有营养的三明治来当我的午饭。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三明治，可能你会非常的喜欢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试试吧。那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三明治，我要做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。这个是金枪鱼的罐头放在这个盒子里边。我先打开这个金枪鱼的罐头。这个金枪鱼的罐头是橄榄油的罐头。但是有的人很喜欢放在水里的金枪鱼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如果你更喜欢在水里的水浸金枪鱼，或者是油浸金枪鱼，像我这样的都可以。那我会把这个里边的橄榄油先倒出来，因为我不要太多的橄榄油在我的这个菜里边。那我不需要太多的橄榄油。这是准备好这个金枪鱼后，当然如果做三明治我会用到2片面包。这个是全麦的面包，有的人他喜欢很长的这种法棍，没有问题，我觉得很好。还有这种白面包，但是我喜欢用全麦的面包，我觉得会更健康一点点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我们做的金枪鱼沙拉加在你喜欢的面包里边。还会用到这个洋葱，这是洋葱。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半的，no， 我需要用更少一点的。我觉得我们需要用到1/4的洋葱，不需要很多。还有这个酸黄瓜，我很喜欢吃这个酸黄瓜，很脆，所以我会加多一点点。你可以放2根或者是3根酸黄瓜。哇，这个洋葱让我已经开始流眼泪了。我还没有开始切这个洋葱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真的不喜欢切洋葱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沙拉我们要先做这个金枪鱼的沙拉，一定要放洋葱，会非常好吃。好的，然后我还会在这个沙拉里加蛋黄酱，然后这个是芥末，好，你也可以放你喜欢的芥末。还需要盐和黑胡椒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。你需要一个叉子和一个比较大的碗，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这个里边混合。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沙拉以前，我需要先做我最不喜欢的事情，就是要切
这个洋葱，我也要把这个酸黄瓜切成很小的块儿，很小的块儿。那我先把这个1/4的洋葱切成很小、很小、很小的块儿。我用这把刀切这个洋葱。如果大家有非常好的办法，可以让我切洋葱的时候不流眼泪，不流眼泪。如果你有什么好办法，请你告诉我。但是洋葱会让这个沙拉的味道特别好。我会用所有的金枪鱼的罐头，我会做很多的沙拉。我的眼睛受不了，哇，这个洋葱太辣眼睛。我切好了这个洋葱，我放在这个大碗里边，好，然后先放在一边。然后我会切这个酸黄瓜，一样的会把这个酸黄瓜切成非常小的块儿。酸黄瓜的味道也是我非常的喜欢，所以我会多一点点。我觉得现在我已经非常想吃这个沙拉了，让我开始流口水。这个沙拉真的是又简单又美味，所以你可以做比较多一点的沙拉，这样的话可以和面包在一起吃。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，你也可以做多一点点的三明治，带到公司或者是带到公园里边去野餐。把这些酸黄瓜，我切了3根酸黄瓜，切成非常小的块儿。好，然后一样的，我会把这个酸黄瓜放在这个碗里。好的，那我切好了洋葱和酸黄瓜，那这个所有的就是最主要的工作，最难的工作，我已经做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就是混合所有的。我会把这个金枪鱼的罐头倒在这个碗里边。我不需要太多的橄榄油，所以我已经倒出来一些。我常常会做比较多的沙拉，因为我有点懒，所以做一次沙拉，特别是切洋葱，让我觉得很麻烦。所以呢，我会多做一些酸黄瓜、洋葱和金枪鱼。现在我会放所有的调料，我会先放这个蛋黄酱，这个蛋黄酱要多放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放一些芥末，黄芥末。我觉得这个蛋黄酱不够，那我要加更多的，因为这个蛋黄酱会让这个沙拉特别好吃。我觉得现在够了。还有我要加很多的黑胡椒，要加很多很多黑胡椒，因为我喜欢黑胡椒的味道。好，这个也够了。我会加盐，这个不要加太多，差不多就一点点。这个是所有的需要的东西混合，这个沙拉就做好了。然后你可以尝一尝，你可以先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。如果不够咸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盐。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吃很咸的，我就加这些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这个就是金枪鱼的沙拉，我先尝一下这个沙拉的味道怎么样，刚刚好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淡，你可以加更多的盐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沙拉刚刚好。我会把这个沙拉夹在这2片面包中间，所以我会把这个沙拉抹在这个面包的中间。
这个一片面包很厚，这个是很厚的面包，这个真的是比较多的一顿饭。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沙拉，我要放很多很多的这个金枪鱼的沙拉，在这个2片面包中间加了很多的金枪鱼的沙拉。另外的1片面包我会放在上边。那这样的夹好，我会在这个锅里，我会用到这个锅，我会在这个锅里边加热一下。还有剩下的这一些金枪鱼的沙拉，我还可以再做，明天我还可以再做另外的一个三明治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份沙拉，你差不多可以做3个三明治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太多了，那你也可以做的少一些，这些你可以做3个三明治。好的，那我会把这些剩下的沙拉放在这个盒子里边，这样的话下一次再做三明治的话就会非常的快，你可以很快的吃一顿饭。好的，那我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，开始做我的金枪鱼三明治。我打算会用这个锅来加热三明治，当然我觉得你也可以用把这个做好的三明治直接放在烤箱里边。那我今天试试用这个锅加热这个三明治，看看会怎么样。我会先开火，让这个锅热一点点，然后我会在锅里边放一点黄油。这个锅不需要特别的，放一小块黄油，不需要特别的热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锅，就是在所有的中国的家庭里边，我们差不多做所有的菜都可以用这样的锅，非常的方便。这是我做好的三明治，那我会放在这个锅里边。这个黄油已经融化了，不需要非常热的很大的火，让它慢慢的在这个锅里边。我们需要一些耐心来做这个三明治，要小火，然后让黄油把这个面包烤得很脆。我觉得可以用植物油，比如橄榄油，其他的油也是很好的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的厨房非常的小，在家做一些简单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在家做的东西会比在外边会更健康一些。有的时候我会做的多一些，花一些时间做2顿饭，我可以吃2顿饭。好，那等这个黄油融化了，我会把这个面包再放进去烤另外的一面。我觉得这个三明治真的很大，可能我一顿吃不完。你也可以再做另外的一些蔬菜沙拉和这个三明治在一起吃，或者这个沙拉你也可以当早饭、午饭，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能够给你很多的能量。我要压一下这个面包，到一个盘子。好，现在我觉得这个三明治已经，这个是2边，我觉得都已经烤好了。我会关火，放在盘子里边，装在盘子里边。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三明治的味道怎么样？终于到了可以好好的品尝。我拿了一些这个小的西红柿来当沙拉，我切开了这个2份，我们来尝一尝。这个是里边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。哇哦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简单的，又简单又好吃的三明治。对不起，我停不下来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我觉得这个三明治真的值得试一试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可以打开我的视频，跟我一起做这个金枪鱼三明治。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边做饭，
一边学到更多新的东西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新的视频。我是 Annie， 我们下一次再见。我要继续吃我的三明治了，拜拜。